这个民族的古国遗迹仍矗立于高原上，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和楼兰古城一样，原本都是文化繁荣、成熟辉煌的王国。它的军队曾让毗邻胆战心惊，它曾经把控着印度与西藏的黄金、丝绸、盐巴和香料贸易。它曾经富庶一时，宗教鼎盛。然而，这个繁荣了700年、历经近20位国王的王朝，却在不可预知的时刻神秘消失、没落，未留一丝踪迹。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这个民族如今身在何处？本期带你走进中国未识别民族古格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神秘的民族，探索古格王朝灭亡的谜团。西藏拉萨以西，直线距离1760公里，大致相当于北京到成都的距离，就是传说中的古格所在。这是个处在阿里地区的偏远县城，就算坐上现代交通工具，也得至少3天的车程。古格王国遗址位于西藏阿里扎达县扎布让，扎达县是全国常住人口最少的县。藏语意为下游有草的地方，这儿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风化土林——扎达土林。100多万年前，扎达位于一个大湖。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湖盆升高，水位线递减，历经风雨侵蚀，形成了这样特殊的地貌，在地质学上叫河湖相。雄踞阿里700年的古格王国，正是建立在土林环绕的扎达盆地的中央。扎布让只是其都城。古格王国的面积是英国的2倍。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横扫中亚和欧洲时，古格王朝正值鼎盛。它是商业、艺术与宗教的中心，引众人膜拜。1933年，意大利探险家、藏学家朱塞佩·图奇来到扎布让，他被眼前宏大的古城震惊，写道：在我们眼前，整面山体被废墟覆盖，看似一个死城，却好像还在守护着奇形怪状的石头。土林腹部好似一个巨大的迷宫，绵延不断的土林远远看去，一条条巨大线条自上而下，勾勒出一个个并肩而立的巨人，或蹲或跃，像是骨骼的武士，又像是像熊的僧侣，只是他们没有那种工匠留下的鼻、耳、眼、口而已。阿里扎达县一带地处青藏高原的最西端，其西南与印度接壤，西北与克什米尔相邻，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界，几乎被山环绕，被誉为世界屋脊的脊梁。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在西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古代印度的许多重要佛教教义就是从这里传入西藏复兴地区的，这里又是古代西藏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之一。难以想象，在这片荒芜、人迹罕至的土地上，在这个平均海拔达4000米的世界屋脊上，曾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王国，最终却因为欧亚大陆东西方宗教信仰的激烈冲突，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人类几乎不知其存在，没有人类活动去破坏它的建筑和街道，修正它的文字和宗教，篡改它的壁画和艺术风格。它甚至保留着遭到毁灭的现场。唯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今天的古格故地只有30余户人家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城市废墟，但是这些人也并不都是古格后裔。古格王国的解体并非意味着古格人的消失，他们继续在西藏地区生活，并保持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信仰。如今的古格人现在多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市、青海的化隆回族自治县、云南的香格里拉、德钦、维西3县。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扎布让的人都居住在古格遗址下边的洞穴里，世代都是农奴。解放后，政府才把他们迁出来，在现在的位置为他们建房居住。如今生活在古格遗址下的扎布让村的古格人，有很大一部分后来迁徙到了此处。据当地原住民说，这里居住这34户人家，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才搬来的。如果想要找到真正的古格人，在扎达县西边不远的萨让乡有一个小伙子，祖辈是从古格逃亡过去的，因为他家里还有2部当时带走的经书，据说是用金粉、银粉书写，重的出奇，2匹马都驮不动。经书里也有记载关于古格人的身世。如果要追溯古格人的起源，
那可以追溯到象雄国，它是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发源地。据说本教发源于西藏古象雄的冈底斯山和马旁雍措湖一带。本教崇拜长着角的大鹏鸟，并将其当作图腾。古格王朝大概始于9世纪，一直延续到17世纪，700多年间共产生了16位世袭国王。这个王朝是吐蕃王室后代，在吐蕃西部建立的地方政权，最鼎盛时期统治整个阿里地区。古格王朝不仅延续了吐蕃世系，而且使得佛教在吐蕃瓦解后重新找到立足点，逐渐发展壮大。这个时期也就是藏传佛教的后弘期。西藏佛教的历史可以分为2个时期，宋代初年至今约1000年，西藏佛教从未中断。这一期的佛教对前弘期而言名为西藏后弘期佛教，因此古格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段时期，佛教得到了吐蕃王朝的支持和传播，同时也吸收了西藏本土宗教本教的特色，逐渐演变成藏传佛教。在这里，藏传佛教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影响，并在其脉络中留下真实的印记。比如展示男女密宗双修的壁画是典型的印度的风格，佛像造型耳垂后大，又是明显的克什米尔的风格。古格独特的文化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上，也表现在建筑、壁画、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受地理位置和多种外来文化的交汇影响，古格的艺术风格呈现明显的克什米尔和犍陀罗的艺术特色。犍陀罗是古代南亚次大陆国家，其佛教雕塑风格兼具古希腊、古罗马的逼真和优雅，融合了古印度的慈悲与神圣，既庄重又精致，形象神圣而宏伟，完整地显现出圆融自然、具体而明晰的意境。在盛产黄金白银的古格，建筑风格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奢华。在托林寺、扎布让和皮扬东嘎等地，人们竟然挖出了一种用金银枝书写的经书，而且出土的数量惊人。这些经书写于略带青蓝色的黑色纸面上，一行用金枝，一行用银枝书写。古格出土的雕塑多以金银佛教造像为主，其中成就最高的要数被叫做古格银眼的雕像。古格的奢华程度超越了人们的想象。随着古格王朝逐渐成为西藏文化与精神世界的中心，古格艺术的巅峰存在于壁画中。从其他地区来此的国外匠人也将不同文化元素呈现在古格壁画中，进而产生了古格画派。古格壁画气势雄伟，风格独具特色，全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壁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线条简练，尤其以丰满、富有动感的女性形象为代表，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尽管已经沉寂了好几个世纪，但如今古格的壁画仍然闪耀着熠熠光彩。这些壁画包括佛教故事、神话传说，还有当时古格人的生活场景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山顶的护法神殿壁画大部分展示了密宗男女双修佛教场景，画风热情，色彩强烈。壁画下方则生动地展现了地狱之苦，各种残酷的刑罚令人毛骨悚然。而壁画的边饰部分则排列着数十位裸空航母，她们妩媚而优雅，姿态各异。透过这些绚丽多彩的图画，游客们得以窥见昔日古格王朝的政治、经济活动以及文化风情。壁画因雨漏和风蚀而变得陈旧，但依旧可见其斑斓底色，就像从历史的深处慢慢被一种特殊的叙事音乐唤醒。这些画作让来往的游客更深入地了解了古格的兴盛和消亡历史。近年来，在古格遗址周围不断进行的发掘工作，雕刻、雕像和壁画等宝贵文物的不断出土，逐渐揭开了古格王朝的神秘面纱。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理想和情感都在这些斑驳而迷人的画作中得以传承。如今，古格人的生活与信仰依然深受佛教影响，这种影响成为了古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格人在文化上懂得协调和融合各民族文化，去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古格人是西藏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在历史的变迁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和信仰，
为西藏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青藏高原上的古格人从来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它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近代史有着紧密的联系。1985年，考古学家在古格王国洞窟遗址中发现了一个棉布和纸张糊成的骷髅面具。这件被发现的面具是藏传佛教金刚法舞仪式中扮演狮灵护主的角色所使用的道具，而它的内面却是由拉丁字母书写的葡萄牙文圣经的经书糊制而成。难道远在千里之外的葡萄牙人就曾抵达古格？与当地的佛教信仰之间有什么故事？没错，那就是古格王朝的覆灭。对于古格王朝的覆灭，当地人有个形象的说法是狮子和老虎的结合导致了古格的灭亡。当地人说，达仓藏语意为老虎，森格意为狮子，老虎指的是国王弟弟达仓喇嘛，狮子指的是拉达克王森格。正是这个纸糊骷髅面具上的葡萄牙文版圣经，证明了天主教在此处一度活跃。17世纪来到古格的葡萄牙传教士留下的日记中，传教士欣喜地记录了古格国王批准他建立教堂，并封他为西方喇嘛的事实。其实，那时的古格国王和成为了佛教领袖的弟弟发生了矛盾。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利用西方传教士削弱佛教的影响。只是没想到，这成为导致国家覆灭的导火索。古格王国的消失绝非如传说中那样是一夜之间。曾在札达县使之办任职的长者扎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633年，僧侣们发动叛乱，古格国王的弟弟联合拉达克王室的军队攻打古格都城，试图推翻古格王朝。这场残酷的攻坚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古格王宫建在山上，易守难攻，整个王宫只有一条隧道通向山顶，几乎不可能攻占。拉达克人虽然很快包围了古格王宫，但古格人借助3重防御系统和充足的水、食物储备，硬是活活坚持了1个月。入侵者见攻城数日无果，他们便开始奴役古格的百姓，修筑一座石墙。他们强迫古格百姓从2公里外背来石头，入侵者相信修筑成一座与山顶等高的建筑时，便能攻下古格。如今，那堵10米高的石墙仍矗立在原地。扎西认为，这是拉达克人的心理战术。古格国王日益痛心地看着他的百姓被奴役，他们的背被石头磨得露出了白骨。国王爱民心切，于心难忍，于是他一手托金碟，一手托银碟，走下宫殿，决定投降。史书中曾描述了这样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画面：拉达克人战胜，进入古格都城后，将古格嫔妃们从高耸入云的宫殿顶部丢下。当时古格妇女穿着五彩斑斓的衣裙，飘飘而降，犹如天上散落的花瓣。拉达克人连连赞叹好看。再扔一个。看似唯美的画面背后，其实是残忍变态的杀害同胞的游戏。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古格遗址山下发现了一个干尸洞，里面堆积着一层层无头尸体。据说这就是这场战役的俘虏。杨公素的《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和武昆明的《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都记载了国王及其全家被拉达克人拉回拉达克都城列城，关进了监狱的结局。剩下的古格人的结局都异常惨烈，无头藏尸洞就是证明。据藏族文献记载，古格曾拥有10万之众，而如今的札达县人口却不到8000人。那时日有10万人的古格人族群是如何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呢？从记载和考察的结果上看，战争引发的屠杀和掠夺似乎并不足以毁灭古格文明。硝烟散尽的古格王国为何迅速沦为一座庞大的废墟？实际上，古格王国迅速恶化的生存环境也许才是主要原因。现今，古格遗址附近的沙漠化十分严重，曾养活10万人的绿洲几乎荡然无存。如果是迁徙，古格的后裔一定应该了解后续历史。此外，还有许多猜测，如天灾、瘟疫等，但都不足以让繁荣富强的文明突然间完全消失，也没有留下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扎西表示，经过几次战乱，当地18世纪前的藏族文献几乎无法找到，而上世纪初的长者们也越来越稀少。一位长者离世，就意味着
一页历史永远消失。如今，成千上万页的历史早已在漫长的岁月中消逝。看来，古格人消失的奥秘，短时间内还是难以揭开。像这样未解开的谜团还有很多，不过确实有一些古格文明真实留下了日常生活的痕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曾在古格王宫壁画中见到的玄武。这种舞蹈通常在重大节日和庆典时表演，演员们扮演古格玄的角色，内容涵盖了世界形成、物种起源、风雨雷电等等。玄武由13大段组成，男女2队各16人，整场表演可长达1整天。古老的玄武有独特的保存方式，男女演员以家族传承的形式代代相传。除了口口相传的歌词，古格人还负责保存古老的写本、服装和道具。然而，在现代生活中，跳玄武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传承这个舞蹈的人变得稀少。据说，现今札达县的托林村有一位80岁的老太是这个传统的传承人，她叫大卓嘎。据大卓嘎回忆，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每逢藏历年、望果节等节日，她和其他女孩会在村里的空地上跳玄。其中，元月15日的仪式最为隆重，他们会在托林寺里表演。跳玄舞不是单枪匹马就能完成的事儿，大卓嘎会召集邻居和徒弟，4个人牵手交臂，共同起舞，恰如古格壁画中绘制的场景。他们唱着千年流传的古歌，太阳普照全世界，托林寺的4面墙直得像剑一样，家有父母，寺有喇嘛，生活在托林寺下的人们多么幸福。古格人的饮食习惯饱含着对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反抗。古格人置身于广袤高原，当地气候严寒多雪，高原的苦寒对农业生产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当地人的主要农作物就只有青稞，这是大麦的一种。用青稞面加工的糌粑成了西藏牧民的重要主食，糌粑是藏语炒面的音译。他们往往会在放牧时携带一些，作为外出时的方便食品。藏传佛教是古格文化的精髓，佛教信仰鼓励素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古格人的饮食选择，特别是在寺庙内。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第一次讲经说法的那一天，藏民们围在托林寺佛殿前的院子里一起做糌粑。不过，大部分古格人更倾向于以肉类为主食，丰富的牛、羊、马等家畜及其乳制品成为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这样的食材带给他们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助力抵御高原严寒。此外，札达县附近的河流沿岸大约分布着1万亩野生沙棘，沙棘口感酸酸甜甜，当地人喜爱用沙棘榨汁、酿酒。古格王国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与各地来往商人和旅行者交往，丰富了古格人的饮食选择及烹饪技巧。在制备方式上，古格人通常采用炖煮和烘烤的方法，使食材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他们烹制羊肉串、青稞饼、酥油茶等藏区传统美食，其中酥油茶以其大量迅速的热量供给和适应高原气候的特点，成为了古格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饮品。畜牧业的发展、佛教信仰的潜移默化、丝绸之路的交流融合，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古格人独特而丰富的饮食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居住在札达古格遗址下窑洞里的古格人，在政府的帮助下搬离了窑洞，改变了世代为奴的命运。如今新建的札达县城规模较小，只有一条主要街道。县城里藏人和汉人都能见到，有24小时不间断的喇叭，喇叭声来自军区大院。由于札达位于中印边界，因此军事戒备十分严格。1961年，古格王国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85年开始的考古发掘，专家在古格遗址周围发现了众多珍贵文物，如雕像、雕刻及壁画。这些文物也成为了这个神秘王朝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扎布让村已成为旅游小康示范村，许多家庭开设了家庭旅馆。目前，全村有32家家庭旅馆，提供572张床位。因为紧邻古格王国都城遗址，扎布让村
备受游客们的喜爱。游客可以在这里歇息、住宿，体验纯正的藏族生活。阿里素有北半球最佳星空观测地的美誉，在阿里夜幕降临时，在这人迹罕至、灯光稀少的荒野，你可以欣赏世界上最壮丽的星空，更可拍摄谷歌的绝美日出。平均4000米的海拔高度，让游客们得以与银河、浩瀚星空近距离接触，仿佛伸手就能摸到。这个位于古格城堡脚下的村庄，已经和世界连通，人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大家对古格人知之甚少，他们的踪迹如今也难以寻觅，但他们确实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目前，全国共有古格人约5000人，虽然作为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其兼容并蓄多民族文化，尤其保留了回族文化特质，因此在进行民族归类时，古格人不只是被归为藏族，还有一部分被归为了回族。至今，古格王国的消失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人们不断猜测，却没有得出确凿的答案，这反而增添了这个地区的神秘气息。我们希望有更多深入的研究和解析，来揭开这个王国与古格人的神秘面纱。本期内容到此为止了，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